我是胎川，出生便是万众瞩目的将军府独女。抓周宴那天，系统发布了任务，看见你面前那个白衣冠玉的男娃娃了吗？他就是你的攻略对象。我一眼就捕捉到了人群中的顾恒，质子粉面，一双葡萄大眼，水灵灵的，小小年纪，浑身上下却散发金贵之气。我是个颜狗，系统果然懂我。爹娘拿着各自中意的小物件吸引我。娇娇，乖女儿，这把小弓好不好看？快到爹爹这边来。女孩子家家，舞枪弄剑，成何体统？娘手里的金钗多漂亮，娇娇想不想要？不顾一地的镶金点翠的精致摆件。我流着口水朝顾恒的方向爬去，想给小帅哥来个吻手礼，可能还没过磨牙期，张口便咬在了顾恒的胳膊上。满堂宾客看到这一幕后轰然大笑，只有我爹的脸黑成了紫茄子。众所周知，顾相爷是我爹的死对头，他俩犯冲，说不上两句准呛起来。顾恒不抽手，也不喊痛，等丫鬟们拉开我。顾恒白嫩的胳膊上赫然2道红色的齿痕，他伸出手碰了碰我的脸蛋，力道极轻，像是在摸什么珍贵的器件，怕碎了。而后仰头对身旁衣着华丽的贵妇人说了一句：“妹妹好软，那是顾恒母亲，当朝长公主。”不过下一秒，我就被爹抱走。等系统想起我的时候，已过及笄之年，攻略顾恒的任务几乎快完成。我坐在顾恒怀中，心安理得接受他递过来的葡萄。系统音响起：“你的进度条怎么是？”突然有一种被抽查作业的心虚。不过我看向顾恒眼里快要溢出来的宠溺，我的进度条怎么可能为0？肯定是这脑残系统太久不工作，瘫痪了许久。你攻略的不会是顾恒吧？经过系统的一番解释，我才知道目标对象是太子，而顾恒拿的是阴险反派剧本。我盯着旁边剥葡萄的顾恒，他的余光瞟到我，粉红迅速从脖颈蔓延至耳后，不敢直视我。娇娇，别盯着我，我怕把持不住。这种纯情狗狗，横看竖看也不像是阴险反派呀。大色鬼醒醒，系统说我没救了。我怪他话说半截，他怪我色迷心窍。现在怎么办？按照规则，如果不能达成太子妃成就，就会被系统抹除。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我心不在焉，满脑子都是怎么处理烂摊子。恍神的瞬间，嘴里一阵血腥味蔓延，才发现顾恒的手指被我咬破。我立刻找来药箱包扎伤口。顾恒轻笑。我问他是不是傻了，哪有人受伤还高兴的？看来娇娇咬人的毛病是改不掉了。我试探开口：“恒哥哥，若是哪天我移情别恋，你作何打算？”沉默半晌，顾恒抚过我的鬓发，沉沉道：“若是有那天，娇娇定要如实告诉我她姓甚名谁，免得恒哥哥杀错了人。”顾恒说这话的时候眉目含笑，但语气却像刀子般阴冷，背后升起寒意。果然是反派。我瞥见顾恒轻轻抱起的手，由于太过用力，刚包扎好伤口开始渗血，忘了刚刚的插曲，嗔怪他不小心。顾恒神色恢复如常，任由我摆弄。我发誓自己并非脚踩2条船的渣女，只是考虑到如果攻略对象被顾恒赶了，我的小命也就到头了，所以我把顾恒晾在一边，把攻略太子的事情紧急提上日程。听说太子最近迷上了红玉阁的花魁娘子，给了那老鸨100金，打算向花魁娘子偷师学艺。于是我成了花魁真娘的跟班，无人时他便向我传授太子的喜恶。一日授课中途，门外来报，顾小爷道：顾恒一母同胞的弟弟顾宪，向来花名在外，风月场的浪子，和顾恒截然相反的性子，感动太子的人，他简直无所顾忌。我无处躲，只能把头垂低，祈祷不被发现。真娘见我木讷，催促道：没眼力见的，还不快给2位奉茶！2位。我悄悄抬眼，只见顾宪身后还有一人，比他身形略高，一袭玄衣，面具遮脸。奉茶路过那人身边时，闻到了熟悉的沉木香。一个离谱的念头闪过，打翻了滚烫的茶水，混乱中，我蹭掉了那人的面具。对视的刹那，我和顾恒都愣住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俩异口同声问道。哇哇哇！顾恒，你个负心汉，我算是错付了。我哭得凄惨。娇娇，我冤枉啊！顾恒急得额头冒汗，一人哄不住我，使了个眼色。顾宪和真娘齐上阵，奴家和顾世子清清白白，天地可见。我也能证明。不过林娇，你和我哥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止住悲声，给了顾恒申辩的机会。娇娇，有些事情不便言明，等到时机，我自会向你坦白。可我自始至终没有过二心。真娘见状，小声问我：林大小姐，既然如此，这课还继续教吗？顾恒疑惑，问清了来龙去脉。没想到真娘那么老实，我拼命使眼色。她把我老底全都给顾恒了。
应该是联想到我的反常言行，顾恒猜到了大概，替我拭泪的手一抖，倦怕掉落，视线紧紧跟随顾恒的脸，却读不出情绪。我前所未有的慌了。顾恒自嘲一笑，我竟不知娇娇原来主意太子，随后吩咐顾县，没有我的授意，今日任何人不准踏入这间屋子。我腿软，顾恒怕不是因爱生恨，想悄无声息了结我吧。屋内只剩下顾恒，我和真娘三人行，很尴尬。我和顾恒僵持住，谁也不先开口。真娘受不了了，世子，这顾恒倚在贵妃榻上，目光在我身上巡视，语气轻佻。堂堂将军府千金，既然能为了讨太子欢心，踏足风月之地学艺，那不妨让我这个旧爱观摩一二，看看娇娇都学了哪些撩人的法。我骚得眼圈通红，定在原地。真娘看出我的窘迫，打圆场道：世子说笑了，未出阁的姑娘面皮薄，似懂非懂最要命。今日请了江南的乐师，世子可赏脸。顾恒转动着手中玉戒，目光灼灼。似懂非懂，究竟是你教的不用心，还是学生不认真？真娘语塞，进退两难地望着我。其实太子和那群棉花素柳的客人并无二致，真娘教我的无非是些欲擒故纵的小把戏。我带着胆子靠近顾恒，照着真娘说的法子，伸手勾住顾恒腰带。不同于平日宽大的衣袍，一身劲装勾勒出顾恒的精壮腰身。没等想到下一步动作，他腰间突然发力，我顺着力道栽进顾恒怀里，被他稳稳拖住，但整个身体僵硬得像块钢板。目睹全程的真娘在旁指导：姑娘，腰肢再软点，眼神再媚点。顾恒一身的煞气，我哪敢直视他，恨不得当场刨个洞钻进去。顾恒拈起一缕头发在我面上轻拂，如同在逗弄小猫小狗，痒痒的。淡漠的声音中夹杂一丝玩味：娇娇不会以为太子是好糊弄的草包吧？只要你主动，他就会像我一样甘心上钩。真娘当初一曲琵琶动京城，她的本事可不止床榻之间。娇娇凡事多长个心眼，才不会被男人骗身骗心，心中羞愤交加。顾恒的话让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废物，哪有什么女主光环，不过是顾恒一直纵着我罢了。明知是气头上的话，仍旧不甘心。我推开顾恒，梗着脖子，我临交无才无德，斗胆一舞，恐怕要委屈顾世子的眼睛了。去年上元节，我偷溜出去和顾恒关灯，云辉楼前，舞姬一舞，宛若仙子入尘。我暗暗记下，苦练大半年，尽管我不善舞，脚上磨出了好几个血泡，都不在乎，只为在顾恒生辰那日亲自跳给他看。衣袖挥摆间，我瞧见顾恒幽暗深邃的眸子逐渐恢复神采，视线紧紧跟随。舞毕，顾恒有些许愣神。真娘先开口赞道：看来是下了功夫的。我赌气说：原本打算在你生辰那日跳给你看，现在想来不必了，这破我不跳了，再也不跳了。积压的情绪再也忍不住，鼻尖酸涩，泪珠成串的掉。下一刻，顾恒把我拥入怀中，语气软了下来：怪我不好，不该说那些混账话，认打认罚。娇娇以后只舞给我一人看，可好？顾恒胸前被眼泪鼻涕打湿，真娘也不知何时退到了里间暗室。所以我在娇娇心中的分量终究比太子重一点，是疑问的口气。顾恒不错眼盯着，生怕错过我的任何一个反应。外头传来喧哗打斗声，房门被人暴力踹开。顾恒下意识把我护在身后，我只露出一双眼睛，越过顾恒肩头望去。男人怒气冲冲站在门口环顾屋内，没有如愿找到人。老鸨和顾县围了上来。哎呦，贵人，我早告诉你真娘不在，你还不信？那男人轻蔑地瞥了顾恒一眼，哼，道貌岸然伪君子，而后扬长而去。他大概知晓顾恒的身份，把我当成了红玉阁接客的姑娘。我撇了撇嘴，粗鲁无礼，你怎么会认识这种人？他是谁啊？顾恒狭长的眸子微眯，唇角翘起，缓缓吐出让我心凉的两个字：太子。我被顾恒逼到角落，退无可退。娇娇连太子长什么样都认不得，就芳心暗许，未免太过草率了。凭顾恒的敏锐，估计已经知道我仰慕太子只不过是个幌子，免不了追问背后缘由。于是我直视顾恒，故作坦然。时至今日，倒也不必遮掩，我骨子里就是贪慕虚荣，不认得太子又何妨？我所求不过是一个太子妃的名分罢了。当真？顾恒半信半疑。我点点头，哪怕太子聋哑残缺，丑陋至极，我也不会改变心意。顾恒释然一笑，拢了拢我额间的碎发。娇娇是我心尖上的人物，配得上一切最好的。顾恒眼尾赤红，薄唇轻笑，想做太子妃有何难办？不如我造个反，便能和娇娇长长久久待在一处了。我咽了下口水，手背附上顾恒额头，
没发烧啊。脑子里突然记起系统的提示，顾恒可是反派配置，所以他说的造反很可能不是在逗我。我爹是顾相的死对头，常说他老谋深算，私结党羽，垄断朝中大部分势力。两个人水火不相容，车裂腰斩，五马分尸。不知怎地，瞬间联想到各种血腥场面，我皱起眉头，终是不忍。顾恒，你别吓我，青天白日说什么胡话，总算听到一句合他心意的。顾恒展言，呸呸呸，怪我这张嘴，怎么舍得娇娇担心？不必舍近求远找真娘讨教，我母亲在宫中说话尚有几分威信，太子选妃一事，可替娇娇打点妥当，我一头雾水。顾恒怎么突然转性了？他俯下身子，呼吸撩过耳廓，带起一阵战栗。到时候背着他们乱来不就好了？闺中密事娇娇不必向外人讨教，我自当言传身授，越说越没正形。我按下顾恒不安分的手，使劲掐了一把。将军府内，我爹讲述白日见闻，听说顾家小二为了一个妓女在青楼与太子斗殴，成何体统。我娘在一旁摇着团扇。依我看，他家顾恒才华卓绝，又内敛沉稳，极为难得。我爹撇了撇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顾恒和他那老爹一样，看上去温润无害，面皮底下藏着800个狐狸心眼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告诉了爹娘我要参选太子妃的决定。听到此话的我爹被一口茶呛到喉咙，缓了好久。两个人轮番劝我无果，我岂不知皇后无宠，太子又荒唐。皇后在此时替太子选妃，一是扩大朝中对太子的支持面，稳固东宫；二来也是为了重获圣心。于是皇后给众臣家的适龄女子都下了邀帖，参加7日后举办的桃花宴。宴会当日，贵家女子们精心打扮，盛装出席，唯恐风头被人抢了去，向皇后和长公主施过礼。众人四散赏花，我走走停停，驻足在锦鲤池边。不远处，一阵刺耳的笑声传来。魏淑林，尚书家的小女儿，她自负美貌，处处都要压人一头，看向我的眼神轻蔑。林娇，你连太子的面都不曾见过，竟也敢打太子妃的主意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我劝你识相点，免得闹出笑话，带累全家。他提高音量，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。我听着，浅笑不语。我爹手握兵权，皇后和太子不是傻子，怎能轻易放过这块肥肉？踢走我，他的路便好走多了。他巴不得我在众人面前出丑发怒，我偏不遂他的意。听说你周岁礼上曾闹过一出笑话，原来自小就会捡高枝攀，柿子落座后可曾看过你一眼？我往席上看去，顾恒不知何时出现在长公主旁边，仿佛这纷扰与他无关，自斟自酌，倒真像最欣赏花的风流雅士。贵女们围成一圈窃窃私语，对着我指指点点，被一道尖细的嗓音打断。老太监穿过人堆，弓着身子，长公主的一只耳环不知掉落何处，请各位帮着找找，寻到必有重赏。八卦的声音瞬间停止，人人都赶着去巴结长公主，连魏淑玲也低着头找寻。突然，老太监的眼里闪过金光，一只脚踩住魏淑玲的裙摆，待她起身，一个没站稳，向前扑倒，随后重重落入水中。救命！救救我！魏淑玲不识水性，双手在水面胡乱扑腾着。我清楚看见老太监脸上露出得逞的笑意，不紧不慢掐着嗓子道：“兔崽子们，还不赶快捞魏小姐上岸！”捞这个字用得妙。魏淑玲被救上来时，头发、衣衫都被打湿，凌乱狼狈，伴随阵阵抽搐，果真如同肚皮翻白的死鱼。哟，魏小姐如此粗心，待会儿可如何面圣？话音刚落，皇帝的御驾到来，女孩子们站成一排，魏淑玲畏畏缩缩夹在其中，像个异类。皇帝的视线扫过她，眉心起皱。今日这场宴会本意是筛选掉一批体貌不端的，倘若魏淑玲安分守己，没有这出闹剧，她定然稳稳入选。早听闻尚书家小女儿长相惊为天人，今日得见，着实让本宫震惊。长公主话里满满的嘲讽。我印象里顾恒母亲是温婉和悦的性子，但现在板起脸来，不怒自威。御前失仪是大不敬，皇家宫苑，魏小姐也敢如此放肆，不如本宫找人好好教教你规矩。皇帝和皇后大概也觉得魏淑玲碍眼，任由几个太监拖了她下去。自始至终，顾恒都在低头逗弄怀里那只狸猫，没瞧我一眼。宴会结束出宫，御街上，我和小内侍一前一后走着，他引我至一处偏僻的院落，草木荒芜，很久无人居住的样子。前脚刚刚迈入，身后的门传来落锁的声响，匿于黑暗中的身影迅速将我抵在冰冷的砖墙上，花香和酒气交织混杂，传入我的鼻腔。我嘟囔了一句：“难闻死了。”顾恒眼神迷离，低声讨饶：“娇娇嫌弃，那我日后不喝了。”我分不清顾恒是真醉还是装的，他整个人压下来，分量不轻。我尝试挣脱，纹丝不动，喷薄的热气洒在我颈间，声音闷闷的：“青梅酿，不醉人的，
娇娇乖，让我抱一会儿。魏淑林落水，是你指使人做的。他既然那么想出风头，我成全他。我感觉脚边有东西扫过，毛茸茸的。低头一看，是顾恒刚刚逗弄的那只猫。它背对我，似乎在啃咬食物，看上去很费力的样子。最后厌足地舔了舔嘴，摇着尾巴走远。我看到地上不远处暗红的一滩，问顾恒那是什么？魏淑林的舌头。顾恒啧了一声，好好的一张嘴，偏长条多余的舌头，说出来的话难堪入耳。闻言，肩膀颤动。魏淑林虽是自作自受，顾恒的手段也的确狠厉了一点。小动作被顾恒捕捉到，大掌垫在我后背，阻隔寒意，3分清醒，7分醉意。指尖染血的事情有我在，娇娇不必怕。我和其余几位重臣之女被召进宫学习宫中礼仪。太子尚在禁足，我们的住所远离东宫，被安排在西北角的一座宫殿，站立行止，喝茶饮食，处处都是规矩。一整天下来，我的魂被抽走大半，对着满桌清汤寡水的饭菜，更是难以下咽。美其名曰是修身养性，我怀疑太子有什么审美怪癖，他喜欢瘦巴巴的人干。青竹给我布菜，他的手脚麻利，不该问的事情绝不多嘴。小姐吃点吧，不然明天的请安礼仪你撑不下来的。我听着外面的丝竹管乐之声，热闹非凡。据说孤山突现祥瑞其时，皇帝为了庆祝这一天降盛世，大宴群臣。我们居住的宫殿地处偏僻，守卫松懈，打发了青竹，我翻上墙头，一路摸到了膳房。就在我对着肥鸡肥鸭流口水，准备顺走一只脚底抹油开溜的时候，听见有脚步声靠近，吓得我藏进角落。一开始的交谈没有听清，只想着等两人走远，我好脱身。后面听着其中一个声音很耳熟，像是我爹。儿女都是债，都怪我心软，当初就应该把他锁家里，非去选什么太子妃。你且放宽心，距离选定还有1月时间，现在忧虑为时尚早。这丫头的眼光都不如我，太子那品行相貌都不如你家二郎，他也能看上。你拿我儿子和太子那个庸才比，我家儿子招你惹你了，我心里纳闷，我爹和顾相不用吵的，竟然能正常交流，还颇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。你活该！我当年说2个孩子有缘，提议结娃娃亲，你死活不同意。前天恒儿回来说有了中意的女子，这下咱们俩算是做不成亲家喽。我爹哼了一声。你还有脸说你们夫妇一个红脸一个白脸？等我爹和顾相走远，我抱着烧鸡却没了食欲，胸口像堵了块石头。带我回到房间，青竹板板正正跪在门口，我下意识去扶他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跪着。青竹是顾恒安插的人，怪不得伺候我如此周到，连我爱喝几分烫的茶水他都清清楚楚。你这样大摇大摆进来，不怕有人看见？我虽是独居，但几个秀女的房间相隔不远，倘若叫有心人捏住把柄传扬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顾恒揽我入怀，悄声道：娇娇放心，身为奸夫，自当有10分的警觉，不会被发现。就算哪个不长眼的敢多嘴，除非他的舌头也不想要了。奸夫。脑子里想起顾相刚刚那番话，心里不是滋味。难道日后我只能以这种见不得光的方式分得顾恒的疼爱？我没好气地说，世子爷好大的威风，若我选为正妃，日后太子登基，难不成你还要夜探皇后寝殿？顾恒摆了摆手，示意青竹退下。那就要看娇娇给不给我留门了。顾恒近来越发没正形，从前他不会说这些混话。真娘说过，男人都是喜新厌旧，朝秦暮楚的主。我踢了顾恒一脚，都是顾宪把你带坏了，油嘴滑舌。我和顾宪不同，他是四处留情，而我只有一颗真心。我问他真心负谁？自然是我未来的妻。顾恒答得晦涩，也不挑明。见我神情恹恹，顾恒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木盒，说是惊喜。今日乏累得很，我借口休息下了逐客令，到底也没有打开那盒子。你休息，我改日再来。顾恒的眼里有一丝失落。他走后，我拿出里面的东西，是一根发钗，钗身雪亮剔透，钗头缀着颗明珠，并无多余点缀，却透着飘逸出尘的不俗之气。明珠圆润硕大，品相不凡，在黑夜之中仍能绽出淡淡光泽，应该价值不菲。7日后，太子的半月禁足解除，系统提示音也适时响起。倒霉的穿越者，你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个。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我好心给你点提示。御花园，于贵妃，我听得一头雾水，但还是将信将疑的去了。于贵妃最受圣宠，性格嚣张跋扈，连皇后都不放在眼里。御花园中，我躲起来暗中观察，于贵妃被一群太监宫女簇拥着，在日头底下赏花，并无异常。而不远处，太子也在观赏湖景，看上去心情不错。难不成系统是提示我2人有何联系？眼看时间1分1秒流逝，我也没发现任何端倪，来不及多想，假装低头找东西，直愣愣地撞了上去。一旁的侍卫喝道：放肆，不长眼的东西，太子在此。
太子恕罪，臣女在此遗失一枚玉镯，乃是家传之物，一时心急，走得快了些。你是待选的秀女？是。我抬起头，太子打量一番后，面露新月之色。真娘和我讲过太子的喜好，所以我今日的服饰和妆面都是精心设计过的。哪家的？将军府临郊，太子提出帮我一同寻找，我随便编了个颜色和花样。交谈之时，草丛里突然窜出一条恶犬，朝我们的方向扑来。我正要闪避，身后却有一股力量将我推了出去，脚下一跌，我跪在地上，恶犬的爪子擦过我的小臂，顿时现出血淋淋的抓痕。太子惊慌失措，宣太医诊治后告知，除了手臂的抓痕，跌倒时脚腕扭伤，不能吃力，需要静养。阴差阳错的一推，反而让我成了保护太子的功臣。皇后和太子轮番来看望，赏赐了不少去除疤痕的药膏和补品。妹妹的伤可好些。秋云推门而入，她在几个入选的人中是最不起眼的一个，平日里和我也没有交集。我受伤后，她对我便格外亲热。我去净手替妹妹换药，她吩咐青竹去打热水，自己给我上药。过了半晌，秋云拿着顾恒送我的白玉钗子来到我面前。妹妹的首饰好生精致，莫名觉得眼熟。贵妃娘娘的金钗都比不上这个，我记得妆奁盒子明明是收好的。大声唤青竹进来，夺回了钗子，把这没分寸的人赶了出去。系统，这么好的机会你都没把握住，只怕真的危险了。入夜。顾恒面色阴郁，但仍蘸着药膏，小心翼翼点涂在我手臂的伤口。娇娇，太子妃之位当真如此重要，值得你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？我拿出之前编得破绽百出的借口。顾恒不信，贪慕虚荣。若娇娇是那种人，我送你价值千金的玉钗，也不见你欢喜。价值千金？顾恒刮了刮我的鼻子。我费尽口舌向母亲讨来她的宝贝珠子，命工匠嵌到钗上，送给我的中意之人做定情信物。小没良心的，居然赶我走，我后知后觉。怪不得秋云说眼熟，这玉钗便是由桃花宴上长公主佩戴的耳环改制而成，是顾恒母亲当年的嫁妆，甚为珍贵。我却误会顾恒另觅良人，我累极了，忙中出错，做多错多。眼看时间愈发临近系统规定的日期，可我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。我从不后悔招惹顾恒，只是恼恨自己不能给他一个结果分别时。顾恒说要暂时离京几日，我问他多久，他说很快。我环着他的腰问很快是多快，他发出爽朗笑声。娇娇今日怎么如此粘人？我有预感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皇帝整治外戚势力，我看见顾相和长公主的头颅被双双砍下，高悬于城门示众。顾恒披头散发，和街上呆傻的疯汉无异，口中还一直念着娇娇。这就是结局吗？此时我从梦中惊醒，冷汗湿了额发，披上一件外袍，走出门外。夜色深重，撞上秋云从外面回来，面色绯红，钗鬓散乱。看见我在，她主动上前。妹妹不好好养伤，更深露重，跑出来做什么？姐姐这是去哪儿会情郎了？秋云丝毫不慌，等着我说完。那日推我的人便是你吧？扮成小太监的模样，就不怕我抖出你和太子逾越理智的荒唐事？当日于贵妃面前你不说，现在指认，谁会相信你？于贵妃与皇后不睦，若是知晓，定不会放过这桩丑事。况且你也有把柄在我手里，你这个手脚不干净的贼，偷了长公主的首饰，有什么底气和我嚣张？我懒得理会他。你想告便告，从一开始便是错的。系统要我攻略太子，我选中顾恒。系统提示我借于贵妃之手除掉秋云，我反折腾自己一身伤。我摆烂了，接受自己将被系统抹杀的事实。顾恒是错的那条路，我走了10几年，剩下这几天，我想跟着自己的心走。我让青竹找了些针线来，打算缝个香囊，找了个绣活好的嬷嬷，学了2日。我倚在窗边，头上的白玉钗染上夕阳余晖。太子不喜欢梅花的，我循声抬头，长公主盯着我手里绣了一半的香囊。我喜欢梅花，可我记得你明明独爱海棠，何时改成梅花了？是啊，我喜欢的不是梅花，是梅树下的人。倘若心爱之人不在身边，留个香囊睹物思人也是无趣。我费心攻略太子，不仅是怕死，也想留得久一点，再久一点。我撑着把手，欲起身行礼，不知长公主所来何事，她按住我，不必多礼，笑意应道：我来捉贼，捉偷走我儿痴心的女贼，距离系统规定的时间还剩3天。太子敲响了我的房门，我有些惊讶，他为何会在此时出现？临郊，你记得本宫第一次见你是在哪里？我回道：御花园。太子冷笑：不对，是红玉阁。你当时躲在顾恒身后，我奉茶的手停在半空。他满意的勾唇，继续娓娓道来：你和顾恒勾勾搭搭，不清不楚，竟然还敢觊觎太子妃的位置，都偷到我眼皮子底下了，我岂能忍？这些你从何得知？他抽出一把琵琶的断弦，上面是断断续续的血迹，是真娘。
枉我疼他那么久，居然是顾恒安插的细作，可他受不住刑，供出你们的私情，我才留他一条贱命。你不是想当太子妃吗？只要你今夜把我伺候舒服了，你和顾恒的事本宫既往不咎，同时开恩让你做太子侧妃，如何？我乖巧点头，多谢太子。顺从地绕到他背后，服侍他脱掉外袍。下一秒，匕首从背后贯穿心脏，一刀毙命。系统音再次响起，又来一个，你们跟我这儿卡包个呢？不多时，我听见外面响起的打斗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近。我面露欣慰，赌对了。那天和长公主一番交谈过后，我得知，她和我一样，曾是系统的一名攻略者。她15岁那年，系统让她攻略一个病秧子，说他是日后的状元郎，即便高中状元，日后也难有前途。她很早就意识到小皇帝生性多疑，暗中调拨朝中文臣武将的关系，只在乎皇权稳不稳，放纵群臣内斗。长久下去，对社稷江山百害无一利。她作为长公主，要一步步夺权，夫婿不能是一个病病歪歪的短命鬼。于是她放弃攻略，而是在那人成为状元郎前先一步送走了他。系统并没有将他抹杀，而是将攻略对象变成了顾恒的爹。我爹和顾相的多年不和只是假象，为了让皇帝放松警惕，觉得他们互相针对，不可能是同一阵营便可安坐皇位。丫头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对太子无意，与恒儿有情，不论起心动念的因由为何，是刻意接近还是单纯吸引，情是真的，我被说服了。没什么天生的主角和反派，胜者为王，败者寇。新帝登基，万民顺服。我卸下册封太子妃厚重的冠冕礼服，长舒一口气。下一秒，顾恒轻车熟路，将我拦腰抱起，放到榻上，轻揉我那只受伤的脚踝。娇娇今日辛苦了，再辛苦都值了。关于夺位的筹划，我爹和顾恒都坚决不向我透露分毫。顾恒见到我群肠见血，而地上横着前朝太子的尸首时，扔下手中佩剑，紧紧抱住累瘫在地上的我，力道之大，坚硬的甲胄硌得我骨头生疼。顾恒自那以后，接连几日在睡梦中突然惊醒，醒来再三确认我在身边，才算放心。册封典礼长，顾恒是太子，我是他名正言顺的太子妃。我被顾恒揉得生出了些许困意，偏偏他攥着那个绣了一半的香囊缠我。娇娇，你也太狠心了，收了我的玉钗做定情物，好不容易给我绣个香囊，还是一半。我打着瞌睡应他，好好好，你想要的什么花样的，我统统补上。娇娇可不许诓我，我要一个梅花，一个兔子样式的。我枕在顾恒怀里，他的声音越来越远。梦到了那年冬天，后山上满腹皑皑白雪，我拉着顾恒上山捉兔子。我次次扑空，转头看顾恒，粉雕玉琢的小人眨着星星眼站在梅树下。我泄气的一屁股坐在雪地上，控诉顾恒，恒哥哥，你不捉的话，兔子都跑没了。他笑得眉眼弯弯，兔子都被娇娇吓跑了。顾恒拍了拍我身上的积雪，不一会儿便去捕到了一只。我怕吓到他，伸出小手轻柔摩挲他皮毛。娇娇喜欢小兔吗？喜欢。娇娇能像喜欢小兔一样喜欢恒哥哥吗？恒哥哥才不是兔子。那恒哥哥是什么？狐狸。爹说恒哥哥是吃兔子的狐狸。顾恒点了点熟睡凌娇的鼻尖，默然一笑，小没良心的。